大家好，我是法山，一名平平无奇且搜很多的法律工作者。今天我们重启一个尘封已久的系列，法看中国游戏30年。为什么要重启呢？因为就在最近广州互联网法院就率土之滨诉《三国志战略版》著作权及不正当侵权责任纠纷一案出具了一审判决。我可以这么说，它将注定成为一份永在中国游戏史册且对中国游戏行业产生极为深远影响的判决。所以无论是游戏行业还是法律行业，尤其是知识产权领域都应该予以其足够多的关注。其次具体到我个人，朋友们，实不相瞒，我本人呢是本案诉争的游戏三战的资深玩家。有多资深呢？我简单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游戏账号只要玩过这款游戏的，这号充了多少钱，是什么水平，就懂得都懂了。是的，作为三战玩家，本案判决呢也深刻影响着包括我在内的每名玩家的核心利益。所以本视频我将分3部分对本案进行介绍，分别是事件的来龙去脉、判决书的标志性意义以及判决对游戏行业的影响。根据法院认定的事实呢，广州检阅公司运营的《三国志战略版》和网易雷火公司运营的《率土之滨》均为三国为背景的赛季制地缘战略游戏。其中呢，《率土之滨》于2015年10月上线，三战呢于19年的9月份上线。在三战上线以后20年的10月31日呢，由于认为三战有121项玩法涉嫌对自己的抄袭，率土呢就通过视频正式向三战发出檄文，表示要维权，并表明呢将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三战停止运营，并向检阅公司索赔5000万。广州互联网法院呢于21年的3月20日立案，并于23年的5月15日呢就出具了一审判决书，判决书共计185页。其中一审法院就认定三战侵害了率土游戏的著作权改编权，三战结构性使用了79项率土设立的游戏规则及游戏机制，就判决呢三战删除或修改在案设的79项游戏规则中利用的构成率土之滨独创性表达的内容，并修改这些规则相互联系和作用形成的游戏机制。同时法院就判令三战向率土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5000万元。可以说一审网易大获全胜。看到这儿，可能有很多三战粉丝会问怎么是大获全胜呢？法院不是没有支持网易提出的让三战停止运营的诉讼请求吗？别急这一块呢，如果有机会我们放在第2条视频再讲。我之所以说这份判决具备历史性的标志意义，核心原因在于2点。第一呢，是该判决明确了游戏已经单独作为作品中的一类被著作权法予以保护。第二呢，是本判决为首次系统性的将游戏规则明确为可以是表达的判决，是对此很多既往司法判例明确的真正意义上的颠覆。注意我这说的是系统性此前呢太极熊猫诉花千骨案中也有所提及，但司法观点呢还比较模糊。像本案中这么鲜明且系统认同和阐述游戏规则也可属于表达范畴的，系全国首例。要说清楚这2个问题我先提醒朋友们注意2个案件细节。第一个细节呢是本案案由为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第二个细节呢是本案出现在2020年著作权法第3次修正之后。为什么这2个细节非常重要呢？因为讲真玩过游戏的朋友都明白，现在游戏市场上换皮游戏不在少数，而正主和 fake 之间的诉讼，本案呢并非首例。比如此前炉石传说就曾起诉卧龙传说，南岳传奇呢也曾起诉烈焰武尊。但你会发现此类侵权从著作权法的角度进行评价，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障碍。比如说炉石传说以侵犯著作权为由起诉卧龙传说的时候，法院就仅判决卧龙传说删除几处构成明显相似的标识，并判其赔偿经济损失5万元，其中原告呢光诉讼费用就要承担4万。但当炉石传说以反不正当竞争进行起诉的时候，法院就直接判卧龙传说停止在网上传播了。这背后一个重大的原因就在于游戏本身是否独立属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门类。因为在20年修正前的著作权法中除了著作权法第3条明确规定的8类作品外，其余具备独创性表达的智力成果该如何保护一直有争议。比如在炉石诉卧龙案里法院是将游戏中的游戏界面、卡牌设计、视频动画等单独拆开进行评价，而非整体评价。而在南岳传奇里呢，浙江省高院则是直接将游戏归类为类电作品，游戏这一品类呢一直没在法律意义上得到独立的作品意义的认可。这时你可能会问第3条第9项不是有兜底规定吗？可问题是彼时除了著作权法，其余法律和行政法规也没有单独将游戏本身认可为法律意义上的作品由此产生的后果就是当游戏和游戏整体间进行比对的时候，你会明显感觉2个游戏很相似，但当你把游戏中的各个零件单独拆开进行评价时，你又会发现它们又各自有差别。
加上作为游戏核心的游戏玩法规则在法律上长期是作为思想而非表达，不被予以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保护，因此为了求稳呢，原告一般会从著作权和不正当竞争两个层面向被告发起进攻，东边不亮西边亮，以实现维权的目的。所以你也能理解为什么本案案由既有著作权侵权又有不正当竞争了。然后这一切在2020年著作权法第3次修正后有了改变。在本次修正中著作权法第3条第9款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调整为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同样是兜底意思大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意味着著作权法已经将对作品的定义权由立法交给了司法。意思这法官可以在案件中自行判断并确认某类智力成果是否可以成为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而率土诉3战一案判决首次明确表明，游戏属于文学艺术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游戏这一品类在中国司法史上终于明确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在著作权法上得到了认可。然后在认可游戏作为一个单独的作品品类受著作权法保护以后，游戏作为作品的独创性最核心的部分到底体现在哪儿？该如何保护也就呼之欲出了。是的，本判决向最核心也是最具争议的游戏规则是否属于表达范畴受著作权法保护这一点发起了挑战。为什么说是挑战呢？我要先跟朋友们解释一下思想与表达两分法。思想与表达两分法呢，是著作权法中的基本原则，指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作者原创性作品的版权保护并不言及思想观念、程序、工艺、系统、操作方法、概念、原则和发现等。比如现在有一个人站起来说我爱国他是不能主张对他的爱国思想进行著作权保护的，因为爱国是很多人都拥有的美好感情，要是你先说爱国，其余人再爱国就都得给你钱，那就很搞笑。再比如关于踢足球，你首创了433阵容，但你不能阻止别人也用433，因为著作权法设立的核心目的在于激励创作，促进人类文明的繁荣发展。如果连思想都保护，会使一个人在行使自己权利的同时，妨碍别人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利。具体到游戏上游戏玩法和游戏规则长期以来都是被界定为思想而非表达。我举个例子，射击游戏大家都知道，有抢滩登陆，有 CS， 有绝地求生。如果最开始设计射击游戏的那个人主张自己对射击玩法享有著作权，所有再设计射击游戏都得给他交高额的授权费或者得到他的同意，可他自己设计的射击游戏呢又设计的稀烂，那这样的法律保护到底是促进还是限制了射击类游戏的发展？具体到司法实践，此前炉石诉卧龙案中上海一中院虽然在不正当竞争的判决中明确了炉石传说蕴含大量创造性劳动，要保护此项智力成果，却也在著作权案中认定其属于思想，不受著作权法保护。不过呢，关于游戏规则是不是就要一刀切的全部归类为思想不受保护，近年来学术界也一直有争议，比如对外经贸大学的卢海军教授、同济大学的张伟军教授等都曾着文予以讨论。是的，到底要不要从著作权意义上保护游戏规则，这是一个法律急需明确和解决的难题。我们不能否认游戏规则和玩法是一款游戏的灵魂。当你将游戏确定为作品的一个品类的时候，如果你反而不保护它最具创造性、最核心的一部分，那著作权法与游戏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可另一方面，人类的思想往往相通，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踩在前人肩膀上、不断向上攀登的过程。其中微妙，我们到底该如何界定呢？本判决给了一个解法，判决书将电子游戏规则区分为基础游戏规则和具体游戏规则。其中呢，基础游戏规则，比如说3C 游戏、RPG 游戏、SLG 游戏、射击游戏这些基础玩法属于思想，不属于表达，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而由此之上，很多具体的设计，由于其有广阔的创作空间就可以构成著作权法保护的表达。一审法院举了一个要塞的例子，衰鲁之滨里的要塞在3战里就是营帐。要塞这个设定呢，就是策略游戏中远程行军的一个屯兵点、中转站。此类设置呢，很多策略游戏都有，也是此类游戏的一种客观需要和通用的解法。所以法院认为该设定属于基础规则，系思想不受保护。但是要塞可以升多少级、放多少部队、修建要消耗多少资源、有什么具体的功能，这些非常具体的游戏规则就很个性化、有独创性了，就构成了游戏设计者的表达。比如在这2款游戏中率土建一个营帐要花5个阵力，3战建一个营帐呢也要花5个测书，要塞升1级呢要花1个阵力，营帐升1级呢也只花1个测书，甚至率土里拆除要塞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而3战里拆除也只要1小时的时间，二者太雷同了。
所以一审法院呢就认定三战在这项游戏规则上就构成了对率土的抄袭。看到这里，你认同法院此类辨析规则吗？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下。在介绍完判决书这2大意义后我要说是如果本判决的裁判精神最终在2审得到确认，对游戏行业会产生的至少2大影响。第一个影响是换皮游戏将逐渐消失在游戏产业的舞台。讲真行业人士都明白，游戏行业呢对游戏的分类除了有 SLG、RPG 等传统的分类形式以外，还有一种奇怪的分类模式叫 like 模式。比如说传奇 like、Dota like、率土 like、肉鸽 like 在本判决出去以后呢，如果你还要做这些叉叉 like 类的游戏就得慎重了。哪些是基础规则，哪些是具体规则，多请教专业人士，不要无脑抄、无脑换皮。因为如果你无脑换皮，你一定会被认定为抄袭，一定会被告，一定会承担赔偿，甚至有可能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承担刑事责任。我可以先下这么一个论断，即从这几年知识产权案件总体的裁判趋势来看，法院对著作权侵权的判决力度是越来越大的。比如说一审判决为什么只判三战赔5000万呢？因为率土就索赔了5000万。率土为什么索赔5000万呢？因为此前我的世界起诉迷你世界中，法院也支持了原告5000万，5000万已经是目前国内同类案件最高的索赔金额。但我想根据本判决的裁判精神，如果率土在起诉的时候胆子再大一点他索赔1个亿，法院说不定也是会同意的。第二个影响是法务部在短期内将成为游戏企业的尖端强势部门，尤其是在未来5到10年内。如我刚开始所说本判决是有重大标志性和开拓性意义的判决，但是游戏玩法里到底哪些算基础规则，哪些算具体规则，二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理清靠的不是一个判决，而是无数判决，甚至本判决也只负责率土和三战的问题，不对另案负责。这就意味着在本判决精神得到确定以后，无论是此前还是此后，游戏行业都一定会衍生出诸多要求确认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纠纷，而孰胜孰败，法务部专业的律师团队举足轻重，一场游戏江湖的法律大战即将开始。而最后如果你问我会如何评价这份判决，我会说这是一份非常用心、非常有勇气，也注定会非常有争议的判决。在出本期视频前我简单看了一下网上的评论，发现有人评价法官非常的外行。我想说做出这个评价的人你才非常外行。如果你像我一样认认真真阅读了这185页判决书，且不止一遍，你一定会有以下几个具体的感受。首先法官是一定花时间玩了这2个游戏的，对于游戏中的各个细节法官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且这份了解绝对是深度玩过以后才知道。其次法官对游戏规则的学理研究很深入，因为说实话，关于基础规则和具体规则的分类，以及规则之间系统性耦合所构成的游戏独创性，并非法官自己拍脑门标新立异独创想出来的。我此前提到的那几篇论文都多多少少有些论述，这是实务中客观出现的游戏抄袭现象频发以后，学界思考出来的主流解法。你要找理论支撑能找到，并且关于游戏规则和玩法可以构成式表达，其实此前也有案例进行尝试，比如太极熊猫诉花千骨案，但是像本案如此系统进行分类、剖析和论证的，此前并没有。不过为什么我要说这是注定会引发争议的判决呢？原因恰恰在于这个判决对游戏行业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我们实话实说电子游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有关门类和核心玩法已经比较固定，局部创新对核心玩法的优化是游戏，尤其是网游行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方向。在本判决出来以后游戏行业会不可避免的担心后续会不会出现行业不仅仅是资本还有知识层面的垄断化的问题。我认为这样的担心很有必要，因为这份担心会监督进而促进规则的优化，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本判决的意义。因为同为游戏行业从业者，大家心里也明白换皮游戏、克隆游戏到底存不存在，他们的剽窃行为到底可不可耻，然后你回答我，法律对游戏抄袭到底该不该管。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你会意识到这份判决对游戏行业来说是好事，因为它开始正视问题并解决问题。游戏行业今年又开始把号，游戏作为单独的作品品类已经得到著作权法意义上的认可了，游戏抄袭终于有明确的界定了，中国游戏是该走起来了。欢迎来到真实的法律世界，我是法山，这里是法看中国游戏30年，我们下期再见。